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呢，就是有一个拥有数百万订阅，然后年营收破亿的网红家族。非常庞大的规模。对，但他们在短短几周之内啊，居然遭到超过15万人联署抵制。哇，这数字真的很惊人。真的啊，然后有20多家合作品牌急忙发布声明，赶快跟他们切割，甚至还面临跨国品牌的那个侵权调查。这真的是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没错，而且你知道这一切风暴的起点是什么吗？竟然只是因为在日本街头花了200块台币画了一张人像画。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超夸张的！为了厘清这个庞大商业帝国，到底是怎么在瞬间崩塌的，我们今天为你准备了一叠非常丰富的资料。没错，从专业的那个公关危机处理分析，还有日本各大品牌的官方声明，一路到高达9000人私人粉丝群组的外流截图，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进行一场深度的探讨。其实在这个就是所谓网红及企业的时代啊，这绝对是一个教科书等级的观察切入点。真的。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要去聊什么娱乐八卦，而是要透过这些手边的资料，为你拆解一个建立在粉丝信任还有情感连接上的商业帝国，到底是怎么从内部瓦解的。对，就是那个底层商业逻辑的失误。没错，还有那一连串错误的防御机制，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推向深渊的。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个事件的火种吧。时间是推回2026年的6月。那时候刚好是他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对，当时蔡阿嘎去日本玩，然后在街头花了大概200元台币，请当地的街头画家帮他的2个儿子画了那个试演会，就是那种很常见的街头人像画。对，结果接下来他竟然把这幅实体的画作跟他在手机上用 AI 快速生成的图片并列在一起。把人类画家的作品跟 AI 放在一起。对，然后他还在社群上发起了一个 AI 与画家谁赢的投票。哇，这个举动真的有点敏感了。超敏感的，而且根据资料显示啊，后来常居日本的 YouTuber 多米多罗，他还实地走访了那个摊位，把这件事情直接告诉了那位日本画家。那画家反应是什么？画家听完之后，给出了一句最真实的灵魂吐槽，他说：“啊，好讨厌哦。”这反应真的很真实，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呢，就是网红常常在网络上开一些有点白目的玩笑，那通常就是道个歉，稍微沉寂一下，演算法很快就会把这件事洗掉了啊。确实，通常是这样。对啊，为什么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会引发这么巨大的公愤？其实，如果我们去深究这些公关分析资料，你会发现这背后牵涉到一个非常敏感的时代焦虑。时代焦虑怎么说？就是当前生成式 AI 的技术大爆发嘛，这已经对传统插画家还有那些艺术创作者的生计造成了很实质且巨大的冲击。就是大家都很怕工作被取代。没错，整个文创产业都处于一种人类劳动即将被 AI 取代的集体恐惧里面。那在这种高压的社会氛围下，一个拥有庞大资源跟话语权的百万网红做出这种事，把创作者的心血跟 AI 拿来对决，对，甚至还带有一点戏谑的意味。这已经不是说好不好笑的问题了，就真的是直接踩踏了专业创作者的生存尊严耶。没错，这就踩到了红线。这感觉就像是，你去一间很讲究手工艺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点了一道主厨特餐，然后当着主厨的面拿出一盒工厂量产的微波食品放在旁边，问其他客人说哪一个比较好吃。哇，这个比喻非常好。这对任何一个坚持专业的人来说，真的是极大的冒犯跟不尊重。对啊，不过就算踩到了红线，如果一开始就诚恳道歉，承认自己对专业的不尊重，事情应该就也落幕了，对吧？逻辑上来讲是如此啦，但这个事件最值得我们分析的，其实是他们团队接下来启动的那个防御机制。防御机制，你是说后续的处理方式吗？对，在面对这个明明是不尊重专业的争议时，他们并没有选择降温，反而发布了一支
极具攻击性的澄清影片啊，我想起来了。对，他们不仅指控报道这件事的日本媒体有特定的资金背景，甚至还把批评他们的网友全都贴上特定政治阵营的标签。这就是让我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了。我们在今天的深度探讨里面，无意去争论台湾的政绩光谱或是任何标签，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当然，我们是看公关策略。对，从我们手边的公关分析资料来看，最值得探讨的是他们背后的策略机制。面对一个单纯的冒犯事件，为什么要用政治对立来转移焦点呢？这种手法，其实在公关操作上可以看作是一种部落化的极端防御策略。部落化，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公众人物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试图透过将议题政治化，来唤起自己粉丝群体内部的同温层保护机制。哦，也就是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种感觉。没错，他们希望借由塑造一个外部的政治敌人，让粉丝觉得说，我们正在被攻击，然后大家进而团结起来护主。哇，原来是这样操作的。但很明显的，这个策略在这个案例中彻底失效了。为什么会失效？是因为尊重专业这件事根本就无关政治吗？对，尊重创作者的心血，这其实是一个跨越任何政治立场的普世价值。真的。当你试图用政治光谱去掩盖一个普世价值上的道德瑕疵时，你不仅无法说服大众，你反而会同时激怒所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难怪哦，这简直是用一桶汽油去扑灭厨房的火灾啊！火当然越烧越旺啊。没错，而且这场火最后甚至延烧到了他们最核心的粉丝群里面。对，讲到这个，我们的资料里有一份非常惊人的外流截图，是那个 LINE 群组的截图，对吧？对，那是一个高达9000人的私人粉丝群组，叫做嘎哥护卫军 G Army。9000人，这动员力很惊人哎，超可怕的！截图里面显示，一个名为林北嘎哥的账号直接下令说：“全员注意，正式开战。”竟然直接下令开战。对，他要求粉丝到各大平台去留言反击，甚至教导粉丝怎么去羞辱、攻击那些提出批评的酸民。这真的很超过。更不可思议的是，蔡雅嘎本人还在 IG 上转发称赞说，正确讯息必须靠嘎家军扩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群操作啊？这个其实就触及到了近年来行销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商业概念，叫做私域流量。私域流量听起来很专业，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简单来说啦，就是网红现在不再只依赖像 YouTube 或脸书这些由演算法控制的公域平台。他们会把最死忠的粉丝圈养到像是 LINE 群组这种封闭的、高互动的，而且是由网红自己完全掌控的私密空间里面。哦，就是关起门来自己玩的意思。对，那在平时，这是私域流量是非常好的变现工具，因为粉丝粘着度极高，你推什么商品转换率都很高，大家都愿意买单。但是在这个危机时刻，这个变现工具却被转换成了武器，把粉丝当成网络霸凌的武器，这真的非常危险呢。这是非常精准的观察。当一个公众人物试图将私域流量武器化，把粉丝组织成网军去打压异己，这在现代网络社会已经严重越界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见表达了吧？没错，这已经变成了系统性的网络霸凌。难怪那些品牌方会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到资料显示，网友迅速架设了那个我抵制与蔡阿嘎合作品牌的网站。听说联署人数飙升得很快。对啊，短短几天内联署人数就突破15万人了，包含台湾绿金、OnDays、万国通路等20多家合作品牌，真的是火速发表声并切割。品牌方一定吓死了。我那时候就在想啊，品牌不是最喜欢那种有超高死忠粉丝、动员能力极强的网红吗？为什么这次跑得比谁都快？因为这个时候就触发了企业内部的风险评估机制了。怎么说？我们必须理解，品牌找网红代言，买的是他的光环效应和信任背书，也就是形象要好了。对。可是当一个网红从一个带给大众欢乐的创作者，变成了一个会指挥粉丝去攻击别人的网络帮派老大时，这个光环就变成了放射性污染。哇，放射性污染，这形容好贴切。
谁碰到谁倒霉。没错，更何况面对15万人的抵制联署，品牌的公关部门只要算一笔很简单的数学题就好了。数学题？对呀，为了这9000名会去到处攻击别人的铁粉，而去得罪15万名潜在消费者，甚至损害品牌常年建立的企业形象。在商业逻辑上绝对划不来啊。稳赔不赚嘛，所以防御性切割、火速止血，这绝对是企业唯一理性的选择。真的。不过，通常当一个创作者选择主动出击、到处点火的时候，粉丝都会跟着热血沸腾。但在这个案例中，情况有点失控了。对，这种充满攻击性的负面声量，反而像是一盏巨大的探照灯，意外照亮了他们商业帝国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没错，社会舆论的焦点突然转向了妻子二伯创立的那个亲子服饰品牌哈哈 baby。这真的是这场危机产生质变的转捩点呢。原本这可能只是一场因为言行不当引发的公关灾难，顶多就是掉几个代言。结果当探照灯打在哈哈 baby 身上的时候，危机直接上升到了智慧财产权还有跨国法律风险的层次。对，这个被扫到的台风尾真的太大了。这个标榜台湾制造、原创设计，然后年营收破亿的品牌，竟然被网友创立的哈哈 baby 撞脸全记录网站揪出了多达41起的设计雷同案例。41件，这数量真的不是普通的多。夸张吧？而且这涵盖了横跨30个日本品牌哦，像是知名的少寿啦、Nico and 等等，这些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牌子。对啊，他们的衣服、花色、版型，甚至剪裁，都出现了极度不可思议的重合。我在看那些比对图的时候，脑中突然浮现一个想法：什么想法？这根本不是什么汲取灵感吧？这感觉就像是一间科技公司直接买了竞争对手的软体，把界面的字体换了一下，然后就当作是自己研发的革命性新产品，卖给自己最忠诚的测试用户一样。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地解释了这其中的商业瑕疵。对啊，真的太像了。其实，在服饰产业里面，研发跟设计是成本最高，而且风险也最大的一个环节。因为你不知道设计出来会不会卖嘛。没错，所以许多网红品牌为了维持高频率的上新速度，同时又要压低成本，他们往往会选择跳过漫长的研发期，也就是走捷径。对，直接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设计来进行所谓的微调或是洗稿。难怪会这么像。他们依赖的是自身的网红光环来带动销量，只要不出事，这其实是一门暴利的生意。但这次他们真的是狠狠地踢到铁板了，因为日本企业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那可是出了名的严谨，非常注重版权。资料里有提到 ，SOUSO 官方证实，他们其实早就默默关注这个品牌长达4年了。4年，人家早就盯上了。然后 Nico and 更是直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将比对资料交由总公司专责法务部门处理了。这个在商业上是很严重的信号。我帮你补充一个日本商场的运作逻辑哦。好啊，请说。当一家日本大企业的官方声明中提到已交由法务部门处理，这绝对不是我们在网络上常见的那种用来吓唬酸民的公关辞令，不是随便说说的，绝对不是。日本企业作风非常保守。他们在公开表态之前，通常已经在台面下进行了长时间的证据搜集跟内部评估。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哈哈 baby 面临的极有可能是实质的跨海侵权诉讼啊！被跨国法务部门盯上，这压力真的可想而知。但有趣的是，哈哈 baby 的应对方式也让人很无语。他们怎么做？他们没有正面拿出原始的设计草图或是打样记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是悄悄地下架了将近15款的争议商品。直接下架，这有点心虚的感觉。对啊，你点进去原本的商品链接会直接被导回首页。然后最让人觉得讽刺的细节出现了。哦，网友又挖出了什么？网友挖出了一段2023年的 vlog 影片，影片里面夫妻俩去日本 SOUSO 店内逛街，二宝说好喜欢他们家的花布，然后呢？在阿嘎在旁边竟然直接回他说：“你自己出就好了啦。”天哪，这段影片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犯罪预告吧？对，完全就是把他们回避研发直接拿来参考的商业模式，毫不掩饰地展现在镜头前。这真的太尴尬了。
虽然说后来品牌总监有发文致歉，然后二伯也在直播中哽咽，强调说灵感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但是当几十个商品都跟别人撞脸的时候，这个观察的对象是不是有点太过具体了？没错，当高达40多个商品都产生高度重合，甚至连去对方店里观察的影片都被翻出来的时候，这种说辞就显得非常无力了。真的是百口莫辩。在严格的商业世界里，没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只有证据、专利，还有智慧财产权的界限。说到证据啊，接下来这份资料里的爆料，我真的是看了都替粉丝感到心酸呢。你是说那个二手衣的事件吗？对，有一位消费超过6万元的金哈比资深铁粉出来还原了一段经历。6万元。真的是非常死忠的支持者，超级铁粉。他说之前在二伯举办的西服季二手出清活动上，花300元买到了一件未拆标的日本原版衣服。那时候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捡到宝了吧？没错，结果过没多久，哈哈 baby 竟然就出了一款极度相似的衣服。这位粉丝这才惊觉，原来自己买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二手衣，而是团队私底下买来用来打版、洗稿的参考样品。对，这太过分了吧！把用来抄袭打版的工具当成福利品卖给粉丝。这个细节其实是导致这个网红品牌信任感深沉解体的最关键因素。我们可以从粉丝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件事。是因为这彻底打破了某种粉红泡泡的幻觉吗？就是你以为你是用新台币在支持一个朋友的梦想，结果你其实只是他们用来回收抄袭打版费的垃圾桶。哇，这话听起来很痛，但真的很贴切。没错，网红经济的底层逻辑本来就是建立在情感连结，还有所谓的拟社会关系上。拟社会关系就是把网红当成身边朋友的那种感觉吗？对，粉丝购买商品，很多时候买的根本不是衣服本身，而是买一份对这个网红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消费者发现你标榜的台湾原创是拿别人的心血来洗稿，而且你甚至把这些作为犯罪证据的样品衣包装成福利品卖给最支持你的铁粉，这已经是对粉丝尊严的践踏了吧？没错，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瑕疵了，而是一种情感背叛。这种背叛感会让粉丝的凝聚力发生雪崩式的瓦解，而且几乎是不可逆的。真的雪崩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旗下一款热销的闻不到香包，竟然也被查出根本没有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就在文案里宣称有防蚊效果。对，这直接被环保局勒令下架，最高还面临10万元的罚款。这已经是内部合规防线的全面失守了吧？确实如此。我们在研究无数的企业危机案例时，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公关危机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底下其实烂光了。对，它伴随的通常是内部管理的全面崩溃。其实，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一切的失控恰好印证了一件事。印证了什么事？就是2年前，因为 AB 合约闹翻的前员工 Laura 所提出的那些指控。哦，对，我想起来了，资料里有提到，罗拉2年前就指控过公司有逃税疑虑，用中国货混充台湾制，还有私下豢养网军这些行为。当时因为是劳资纠纷嘛，大家都以为他只是挟怨报复。结果现在回头看，这根本是精准的神预言啊！这在分析上我们称为事实互证。过去这个团队非常擅长将内部的争议或是危机包装成一种社群实境秀来博取大众的同情，甚至转换成新的流量来赚钱。没错，但是当现实世界中的智慧财产权争议、违反环保法规的漏洞，以及将粉丝武器化的恶意被一一摊在阳光下时，这个实境秀的剧本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吧？对，因为真实世界的法规跟商业道德
是没有办法靠煽动粉丝或是操作演算法来蒙混过关的。真的，从一开始200块台币的街头画像争议，到试图用政治对立转移焦点，然后动员9000名网军出征，对，结果意外烧出41件抄袭风暴，还有违法的箱包，最后让粉丝发现自己竟然只是被无情收割的韭菜。这一连串的骨牌效应真的很惊人。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真的是让人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庞大帝国是如何因为傲慢还有防御机制的失灵，从内部彻底烂掉的过程。总结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核心真相啊，这绝对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网络盐商事件而已。它代表的意义更深远。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网红电商时代信任资产如何被透支的警示预言。它清楚地展示了，当你试图将私域流量武器化、极端化，最终的反作用力只会吞噬掉你自己。没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且一个没有坚实研发能力与合规机制的商业包装，在社会舆论的放大镜下，终究是会无所遁形的。听完今天的深度探讨，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一场公关危机，或是发现某个品牌背后不堪的运作逻辑，而对你原本很喜爱，甚至投入很多情感的品牌彻底死心呢？商业世界里有一句老话，信任的建立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但要摧毁它，真的只需要一个充满傲慢的瞬间。说得太好了，欢迎你在心里好好思考一下，或者在你的社群上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我们很期待大家的讨论。在我们今天结束这场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深刻的问题给你。今天我们聊了网红帝国的崩塌，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冷酷的思考题。攸关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思考题。下次当你在网络上准备点下购买按钮，去支持你喜欢的创作者推出的周边商品或服饰的时候，请你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在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还是只是在支付一笔维持朋友幻觉的月费订阅？当这层米社会关系的幻觉破灭时，你手里剩下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深思。没错，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咀嚼。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见。